你敢相信吗？就在大家还在为全球航运拥堵头疼的时候，新加坡竟然悄悄甩出了一个重磅炸弹。大士港第二阶段 B7、B8 泊位即将正式移交，这是全球最大单一集装箱码头从图纸砸向现实的引爆点。新加坡直接把国内地下铁和基建项目挖出来的建筑废料，还有港口航道里清出来的海底深层淤泥，全部倒了进去。这波变废为宝的硬核操作，硬生生给新加坡省下了超过20亿新元的材料成本。20亿新元是什么概念？这根本不是在建港口，这就是在海底疯狂套现。填海造陆向来是吞金巨兽，传统的做法就是满世界买沙子。但新加坡面临的地缘现实是，周边国家早就开始限制甚至禁止砂石出口，掐脖子的风险极高。大士港的工程师直接绕开了这个死胡同，利用离心机技术把含水量极高的废弃淤泥脱水固化，混合建筑废料，生生造出了坚硬的陆地。这种从源头切断对外部资源依赖的工程手段，才是大士港开局就打出的一张王牌。但如果你以为大士港的奇迹仅仅是省钱和面积大，那就太小看新加坡的野心了。这个为了在2040年全面建成而设计的庞然大物，它真正的对手根本不是地球上现存的任何一个港口，它瞄准的是未来50年全球供应链洗牌的残酷终局。省下20亿新元只是热身，大士港真正要干的是重塑整个东南亚甚至全球的海上游戏规则。说真的，你见过哪个国家敢把所有的家当都搬到一个地方？新加坡就敢。分散布局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极大地分散了交通压力，让新加坡的港口吞吐量常年稳居世界前列。但全球贸易体量在疯狂激增，超大型集装箱船现在的载箱量动辄突破24000个标准箱，大士港直接拍板，将所有现有的集装箱操作全部打包，统一扔到最西边的大士去。这可不只是搬个家那么简单，它意味着码头之间那种烦人的短途运输彻底消失了，碳排放降了，效率却飙升。更绝的是，腾出来的市区土地，未来要变身成闪闪发光的南部滨水地区。这种一箭双雕的战略，不仅是在修港口，简直是在给国家换血。到2040年全面建成时，它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自动化码头。想象一下，那是一个吞吐量高达6500万标箱的巨无霸，这种压迫感，谁看了不心颤？很多人会问，填海造陆有什么了不起？但大士港的填海技术真的能让工程学专家都看呆。他们放弃了传统的打桩，改用一种叫巨型沉箱的黑科技。这是一个10层楼高，重达15000吨的中空钢筋混凝土巨兽，单体重量相当于8000辆家用汽车。大士港第一阶段就用了221个这样的沉箱，它们在陆地工厂像流水线一样预制好，用特制的巨型浮船拖到海上，精准沉放，直接构筑了8.6公里的钢铁长城。这种操作把海上高风险作业直接转移到了陆地可控环境，施工速度呈指数级飙升。更让人直呼绝了的是，他们竟然用其他工程的建筑废料和海底淤泥来填海，不仅环保，还直接省下了那惊人的20亿新元材料费。这种变废为宝的思路，真的是把精打细算做到了极致。看着那些原本是废料的沙石变成支撑世界枢纽的基石，你不得不感叹，这哪是在搞建设，这简直是在海面上表演一场宏大的艺术创作。大士港的疯狂基建，本质上是被逼出来的生死突围。在马六甲海峡这条黄金水道上，航运三国杀的贴身肉搏早就进入了白热化。马来西亚的丹戎帕拉帕斯港的吞吐量已经创下1400万标准箱的历史新高。他们凭借极其低廉的土地和人工成本，加上与航运巨头马士基的深度绑定，直接从新加坡手里切走了大块蛋糕。更致命的宏观危机在于全球制造业的转移。随着供应链重组，大量制造产能向越南、泰国转移。越南的蔡美士布港群因为靠近货源地，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远洋直航服务。
这意味着原本需要先运到新加坡，再换大船发往欧美的大量货物，现在直接从越南装船发走了，很多货这辈子都不需要经过新加坡转运了。新加坡正面临被彻底绕道的致命威胁。面对这种夹击，大士港的自动化绝不是为了省那几个起重机司机的工资，而是为了突破人类的生理极限，打赢这场效率战。利用自动化按吊系统，一个人就能同时监控和操作多台起重机，电脑算法负责精准定位和防摇摆，人类只在最后抓取放下的关键几秒介入。这种让老经验结合新技术的模式，才是新加坡应对本土严重老龄化、化解劳动力绝对短缺，并实现生产力指数级跃升的终极算法。2027年即将完工的大士 PSA 供应链枢纽，是大士港寄出的降维打击核心武器。这个占地超过200万平方英尺的庞然大物，是 Port 加概念的终极形态。它直接打破了港口和后方物流园的物理壁垒，把冷链物流、危险品管理，甚至是轻型制造装配线，全部塞进了港口的保税区内。这是一种极度恐怖的前港后厂模式。对于缺乏广阔经济腹地的新加坡来说，大士港强行把自己变成了电子、化工、生物医药产业的组装车间和全球分拨中心。高价值的半成品在卸船后，不需要办理繁琐的清关手续运到内陆，直接在港区内的供应链枢纽完成组装、贴标、重新打包，然后立刻装上另一艘船发往全球。新加坡的野心非常清晰，利用5G 和数字孪生技术，精确到秒级，缩短船舶靠泊时间。当邻国还在拼命压低装卸费和人工工资时，大士港已经通过极致的供应链整合效率和不可替代的服务附加值，把竞争拉到了另一个维度。客户在乎的早就不是便宜几块钱的装卸费，而是货物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增值并送达终端市场。用系统性效率去彻底抵消邻国单纯的低成本优势，这就是大士港让邻国坐不住的降维打击。大士港不只是一个码头，它周边整合了供应链枢纽、冷链仓储和制造基地，实现了真正的前港后厂。无论全球制造业怎么转移，只要你追求极致的转运成本和时间效率，大士港就是你唯一的、不可替代的选择。预计到2040年，海事部门的数字化转型将推动新加坡的经济规模达到惊人的1.4万亿美元。大士港将成为那座照亮全球连接的永恒灯塔。看着这座从海中升起的奇迹，我不禁在想，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，硬是凭着远见和魄力，在公海上给自己造出了一片未来。那么大家觉得，大士港这个计划在2040年全面建成，年吞吐量高达6500万标准箱的超级巨兽，它究竟是一个岛国面对地缘政治和技术浪潮时的终极避难所，还是人类航运史上最激进的一次豪赌？在未来10年的全球贸易竞赛中，还有谁能撼动大士港的地位吗？或者说，这种极致的自动化真的会是未来全球港口的唯一标准吗？你认为大士港这波降维打击能帮新加坡稳稳守住下一个50年的繁荣吗？马来西亚和越南又会如何反击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深度见解，欢迎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